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学佛是学活，佛学是活学，发音很相似哈，要讲慢一点的，才听起来不会混淆啊。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学佛跟佛学有什么不同。学佛跟佛学最大的不同啊，在于学佛是把重点呢放在实践的，那佛学呢是把重点放在理论的。因此，研究佛学的人不一定信仰佛教，也不一定是在实践佛法他们可能只是在做学术的研究啊，从学术的角度呢去分析佛法的思想。而不一定会去实际修行那反过来说呢，学佛的人也不一定对佛学有深入研究所以学佛跟佛学虽然都有一个佛啦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因为一个是在修行一个是在学术研究嘛。那虽然说是不同的领域但还是可以互相结合的那学佛不只是念佛、诵经、拜忏、持咒等等而已更是强调要把佛法的慈悲跟智慧落实在现实生活中佛法的价值也不在于理论上或道理上的探讨，或拿来做学术上的研究而是在于要能够真正用在生命中让人生变得更有智慧、更加自在这样才是活生生的佛法佛法如果能够活用在生活上那佛法就是活法那佛法如果不能应用在生活上那佛法是静止的就好像经书里面的佛法只是纸张跟文字而已那能把佛法用在生活上不但对己妙用，也能对外度众那这样子的佛法是活泼的、有生气的、有生命的这种活灵活现的法才能真正的感动人举例来说了，我们想要影响家人或影响别人就要把佛法先应用在自己身上，自己受用而改变了也受益了再把它用在对待家人跟别人身上让家人跟别人呢都受到我们的影响，而也跟着改变这样就是活法就是活活泼泼的法所以学佛是学活，这个学活不只是学习正确的去生活，还要学习用智慧去生活学习减少烦恼，放下执着让生活的更加的清安自在那不止如此还要灵活运用佛法佛法它不是死板板的理论而是能灵活应对人生不同情境的智慧例如面对困难或挫折的时候呢，懂得转念面对人际冲突的时候学会包容这些都是让佛法活起来的方式让佛法活起来就是把佛法的智慧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停留在经文的书本上或者口号上再举例来说了面对工作不顺利的总觉得老板是在针对我们，那心里当然会充满了怨气后来学习佛法之后呢了解了因果法则的道理开始懂得自我反思不能只怪老板，也要检讨自己是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呢进而努力去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一味的埋怨别人跟怪罪别人那这个就是孟子所讲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开窍了，就不会再执着于抱怨而会专注在自己能力上的充实跟提升那这整个过程就叫做转念本来是陷入死胡同后来其一念心转万境转变成海阔天空
那这样的就是让佛法活起来啊。那在面对人际冲突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跟人家发生误会啦，或者对方语言很尖锐啦，咄咄逼人啦，那我们肯定会不舒服啊，甚至受伤啊。那本来想跟他争辩啊，以牙还牙，谁怕谁，乌龟怕铁锤。但想到近似语讲的哎呀，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啊，忍一口气海阔天空，争一口气祸事临头，心中马上想起的这样子的好话，提起自己的正念，那我们就会选择冷静下来跟对方对话，并尝试以同理心也去理解对方的立场那这样反而容易化解误会那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好那这样也是一种让佛法活起来，也是把佛法妙用在生活中那亲子关系也是这样的道理，孩子成绩不好那父母都会很焦虑那都希望孩子呢能够照自己的期望去成长然而事与愿违造成满心烦恼后来接触佛法了，了解佛法的因缘观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跟成长方式那我们做父母呢，也只能怎么样？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并且从中体会，孩子不爱读书没有关系，顶多不能够靠读书吃饭嘛，但还是可以靠一技之长跟良好的品德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一生心念这样子一转化，开始尊重孩子成长的步调了面对这样的事实那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和谐了那这样的过程就是把佛法活用在亲子关系中再有同样的道理遇亲人过世而陷入极大的悲伤嘛。那学习佛法之后呢，开始理解了，无常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唯有把别人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碰到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日子才会越活越正常那这也是一种正念在面对生离死别时，才有办法做到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这样的话，人生就会比较豁达了嘛，对不对？比较会潇洒一点嘛。这个就是学活，学习生活再举一个例子，本来很爱买名牌啦觉得戴名牌穿名牌的才有价值感学习佛法之后呢，开始理解了，贪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知足才能带来更多的快乐知足常乐，不是吗？于是开始进行减法人生减少不必要的购物啦，或者开销啦，反而觉得生活更轻松自在这个也是让佛法活起来，而活用在日常生活中研究佛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如果只是以学术研究来研究佛法呢，而口惠实不至光说不练那不能运用在生活上那这样就太可惜了。研究佛法应该要学以致用不但自利还要利他这样才是最理想的那不能在生活中使用的佛法，就是不能生活化的佛法，那不是活的佛法。佛陀不会教我们这种没有用的佛法啦佛陀说法也不是为了要给学生做研究实用或是当消遣来用的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陀还在的话呢，他会说，我讲经说法说了49年，那你们怎么把佛法用到这般地步呢？佛陀一定会很伤心的啦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应该先听进去，并理解它的含义，接着就要想尽办法在生活中呢把它发挥出来那一旦用得出来，那就是活生生的法，那就是活法跟学活那相反的，
所学佛法在关键时刻用不出来，那这种佛法的价值是零啦，也就是学佛白学了啦。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工厂里的一位司机啊，学佛念佛数十年了，各种法器运用啦，翻背唱诵啦，经文仪轨啦，他都非常清楚，驾轻就熟啊。那举办法会的那种经验他更是丰富啊。有一天呢，他外出载货回来我们本厂因为马来西亚有2个厂了他去那个分厂把货载回来本厂。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他说他正好撞见一起翻车车祸，那个司机当场被压在车里面动弹不得，而奄奄一息啊。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问他说：“那你如何处理？”他跟我讲说：“当时现场没有人万一我把他救出来，在送医途中死在我车上，那我会被误会呢，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呢。”他这样讲我惊讶的向他小以大义，我说：“你是撞见车祸的第一个目击者呢，在千钧一发之际你的角色很重要啊，因为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啊。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尤其你又是学佛的人你这个时候不能闻声救苦，及时伸出援手，那你所学的佛法是为哪桩呢？”我并且问他，如果这个被压在车底下的这个人是你的父母或亲人或朋友，你会不会希望当场有人马上救援一定会嘛，不是吗？同理心那万一这个伤者因失去第一时间的急救而导致失去生命我们又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用这样的同理心跟他说这个道理他才开窍了。那我这个工厂的司机就是标准的小圣治疗汉。后来这位司机也被我们影响了加入慈济的菩萨道了那以前在马来西亚也有一次在一个天色黑暗又大雨滂沱的傍晚那我独自开的车呢，从马六甲我的本厂要回到吉隆坡我的家里那这个车程是150多公里那在高速公路上呢，突然遇到车子大摆长龙车速如瓜牛大雨中呢，我耐心在车阵里面缓缓前进。等到一段时间过后呢，我终于要经过这个造成塞车的这个路段了。我十分惊讶的发现呢，一对共乘机车的印裔男女因为雨天路滑加上视线不良跟一辆轿车擦撞他不是被轿车撞，是擦撞而已可是速度都很快那轿车肇事后逃逸那这对男女呢，双双倒卧在大雨中呢，痛苦呻吟身上还流着血那令人无法置信的是什么？经过这个这个车祸肇事现场的车子居然没有一辆停车下来救援的呢。后来我到那边经过，看到我车子要经过那里的时候，我立即停车将全身湿淋淋的2个人呢，血水掺杂着雨水的2个人呢，抬进我那辆才刚买3个月的新车然而那个男的一手已经断掉了，折断了，那女的是多处是伤那2人躺在这个大雨中动弹不得，那我自己一个人又没办法搬动尤其那个断手的不能随便动正在惶恐没有一辆车子愿意停下来帮忙的时候呢，对面的高速公路对面的一位印裔的骑机车的那个骑士过来协助了那为了警察做笔录，有证人作证嘛，那我就请那位那个印度朋友呢，也拜托陪伴一下，跟我一起送伤者去医院虽然新车呢，这个后面的坐垫沾染了大片的血水但我自己很欣慰的是，在人命关天的时刻呢，及时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也让人感到忧心人间有苦有难已经很可怕了，但是最可怕的是人心冷漠了。那最近呢，我碰到一位老佛友念佛已经数十年了，由于膝盖关节退化了嘛，行动逐渐缓慢我建议他呢去医院检查了。他说他
看过医师的啦，医师告诉他说，要不要动手术呢？就看行动是不是有困难再来决定呢。但是我看他已经行动有困难了因为走路很慢，而且拿个拐杖，越走越慢了担心会因此呢又造成摔伤或恶化所以我劝他说，早一点去看医生嘛并告诉他呢，现在的人工关节手术是很先进的，很多人从中受益不妨去听听医师的意见，多参考总是有利无弊的嘛。万一延误就医，后来发生事情都后悔莫及的，不是吗？结果他回答我说我不想去医院了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呢去动过这种手术结果效果没有预期的好但我现在至少还可以拿个拐杖慢慢走那我请他至少去听听医师的看法嘛，毕竟我们不是医生嘛不要自行武断的决定，以免自误结果他还是固执的很那这个就跟佛陀讲舍利弗一样此人心坚不可动也这句话曾经我们讲过了很顽固的意思很会念佛也很好，但如果念到嗔名不细念嘴巴念佛心中没有佛这样念破喉咙也是没有用嘛。学佛绝对不是要修到像一个大石头一样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如如不动虽然是功夫但变成麻木不仁这个就很不可取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求学呢其实学佛就好像在求学读书嘛读书也不能读死书只会读死书的人呢美其名叫做书呆子，那其实就是无用的代名词no how没好那读经释义也是一样不是背诵到朗朗上口而已更不是拿来教训别人的而是随时拿来自我警惕。学佛更不是只学不做而是边做边学，边学边做那人之所以要学习，就是为了要学习前人跟别人的经验跟心得嘛截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是吗把它来充实自己不但能有利于自己，还要有利于别人叫做自利利他嘛。那学业的价值呢，不但在为自己而且要对人类跟社会有所贡献嘛，否则学了以后派不上用场，念佛学佛之后还是依然故我，头脑死板板的，那这样就不是活学了就像我那位共产党司机一样不能因为担心被误会而见死不救不能因噎废食嘛，不是吗？无论学哪一门的学问都是为用而学啦。如果不问所学何用或不求如何应用那这样就是违背学佛的意义了。那这种学问呢，充其量只是一种高级的娱乐而已啦，这个娱乐很高级的，或者说透过这个娱乐在消遣时间而已啦，跟你要觉悟或解脱呢一点关系也没有。活生生的佛法把它用在生活中呢，让我们产生智慧，而这样子的分别智能让我们对模棱两可的事情呢做出清清楚楚的分辨跟区别。其实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大是大非易判断模棱两可难取舍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人类的思维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候，往往能够依据基本的道德观跟社会共识或法律标准来判断对还错，很容易判断例如说杀人窃盗贪污等等的这类行为马上会被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社会有明确的规范那界定这样的事情的对错，也就是非黑即白啦，所以没有模糊的空间那我们也很容易做出判断。然而当问题牵涉到模棱两可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取舍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了因为呢这类问题通常没有明确的对错，而是涉及利益情感价值观
或个人的处境啊，这些事的对错很难去界定的啊。举例来讲了哈，应该选择收入稳定但却很无趣的工作呢，还是选择薪水很高但充满挑战性跟风险高的工作呢？这个也是很难取舍。同理啊，应该诚实直接指出朋友做错了，还是为了维护彼此的关系而保持沉默不讲话？这个也是难取舍，因为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跟观念哦。那感情的问题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恋爱中的人会碰到难取舍的情感问题，选择稳定但缺乏激情的对象呢，还是要选择让自己怦然心动但关系却不稳定的人呢？或者是当感情碰到问题的时候，应该包容他呢，还是远离他呢？这些感情的问题都是模棱两可，难取舍哦。这感情的问题之所以难取舍，就是因为它不像道德或法律那样有明确的标准了，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感受啦，或当下的情境呢，以及个人的主观呐，因此呢，对这些事情呢，每个人的选择可能都不太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选择跟决定也可能不一样哦。浊世今非朝三暮四，不是吗？有时候即使我们自己觉得有智慧做出取舍，这个取舍也未必是正确的哦，甚至也不一定是如我们所愿的哦。虽然这个决定也是我们自己觉得用智慧做出来的，但是也不一定会如我们所愿哦。那这个有些人会产生疑惑跟纳闷的我们都已经用智慧做出取舍了，但结果怎么还没办法如我们所愿呢？这个不是心想事成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呢，取舍之后的结果也是跟个人的天命跟福报息息相关的。这个道理很奥妙。有福报的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呢，往往能够做出对自己跟他人都有益的决定因为他们的心境较为清明不会因为短视或贪念而选错路，道理在此啦。有时候不同的两个人即使做出相同的选择结果也不一定会一样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跟个人的天命跟福报有关两个人都选择创业一个成功一个却是失败两个都选择分手啦，一个后来找到更适合的伴侣，那另一个却陷入长期的孤单跟悔恨那这个也是跟个人的福缘有关嘛。总结来说了即使智慧能帮助我们做出取舍，但结果并非完全由我们掌控而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为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再举个例子，有人问了佛弟子们很注重这个威仪那这个跟一般人讲的打扮有冲突吗？没有好好的解释，好像也是很难取舍，不是吗？对不对？那其实威仪跟打扮呢，两个也没有冲突的，但是有规范、有条件的。佛弟子们注重威仪并不代表不能打扮而是应该选择端庄、整洁、简朴而合宜的打扮这不打扮而邋里邋遢，或过度打扮而花枝招展的，或过度追求时尚其实过犹不及都不好啦所以关键就在于什么？适度跟合宜那要度众生，也需要众生看到我们能够起欢喜心才行对跟你讲话满心欢喜，跟你在一起如沐春风，人家才会靠近你那你都不修边幅，蓬头垢面，脸色苍白，头发散乱，衣服上还头皮屑一大堆，那这样怎么去度人呢？
因为人人都喜欢相好啦，好看的啦，看到好的相就跟着他去了嘛，对。所以佛陀也是要用相好来接引众生呢，甚至告诫弟子们出去托钵化缘的时候要遵守一个原则哦，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行起呀。中间这个威仪，严肃威仪就是强调接触人群的时候必须有威严的形象啊。那这样讲起来，相好不就跟打扮差不多吗？不是吗？所以这个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不是为自己，是为接引众生那为了让一切众生见到我们能够起欢喜心，是为这个是为了是度众的方便所以淡妆也是很重要。这个在管理上面讲叫做形象管理啦。一个人的外相也是要管理的不是随随便便就不理他如果学佛之后了反而越学越邋遢人家一看都不欢喜，那这种佛法不能学对不对因为人家会认为看你学佛之后变成这个样子，人家看了都会怕，那这样我们如何去向人家弘扬佛法对，所以有很多修苦行的佛陀都不赞成佛陀在经上讲不修无益的苦行那是因为佛陀以自己成道之前的修行的体验来告诫佛弟子们要学会吃苦，但不要苦行因此理念要先正确，才有可能活用佛法。理念不正确，那就变成什么？使用佛法，生死的死这样就不是活生生的佛法。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这句话跟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在思想上有共通之处然而还是有些微的不同处佛法强调的是活学跟活用不仅仅是运用佛法而已更是强调弹性绝妙的运用而不是死板板的用那所以这个力道比起知行合一是强了一些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不可分割这个很正确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嘛。认为一个人只有把道德认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呢才能真正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嘛。那这种思想跟正信佛法是契合的。而菩萨道法门强调的是什么？不只是为自己解脱而已还是立志救度一切众生是要求修行者在修行过程中不仅追求个人的觉悟，更要积极的参与世间苦难众生的救助工作那这种思想就比知行合一更胜一筹了所以总结来说了无论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还是菩萨道的法门都强调理论必须转化为实践也就是先求自己内心觉醒之后，再通过行动也去影响别人尽管一个是哲学思想嘛知行合一是哲学思想嘛，一个是宗教背景，但是在追求知与行的这个合一上面呢，两者是不谋而合不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有一句经典的金句，我们曾经讲过了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如果以菩萨道的法门来解释呢，就两个有互相辉映之处辉映之妙王阳明认为不知而行可以自知，这句话就跟证严上人经常教诲慈济志工所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做久了做多了自然就会做中觉，觉中悟。那这个印证了什么？圣者跟觉者跟智者呢所见略同道道相通最后我们还要来分享一个道理，就是学活跟活学也是在提醒我们菩萨不是木雕泥塑或石刻的佛像
或者放在佛龛上让我们拜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活着的人啊，是肚子饿了要吃饭，天气冷了要穿衣，身体累了要休息，生病了还要看医生吃药。尤其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佛桌上那尊佛像他不会走下来跑去再去救灾了，还是要靠付出无所求的志工。那这些志工就是真正的人间活菩萨啦。所以人生要活得心智成长或清安自在，就要努力学习，灵活应用所学，学后妙法妙用人生许多事情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然而只要我们能够学活跟活学即使碰到任何变化，也能灵活应变，并且把它美化。生病靠良医，心病靠正念，未病就要先见检，已病更要早就医。见苦如见师，见师如见佛。每一句话讲起来都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就很不简单。因为不简单，我们才要努力不断的学习嘛。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学佛要学活，佛学要活学，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